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制作蛋黄酥了。今天我用2种开酥方式来教大家做酥到掉渣的蛋黄酥，视频很有意义，大家一定要收藏哦。我们来先处理咸蛋黄，先将蛋黄上面喷一点酒乳，这个是姜筋老白干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倒一点，稍微将它裹一下。喷好后，我们上锅蒸至熟透。接着我们来做蛋黄酥的面团，先做油皮。我们将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加入。如果有中筋面粉的朋友们，可以直接用中筋面粉。还有白砂糖，然后猪油。如果没有猪油的朋友们，可以用黄油。最后加入水，可以用刮刀将它混合一下。因为这样混合好后，我们才比较好上手。我们差不多搅成团的时候，可以放在案板上，用手将它搓至6到7成筋力，做的比较少。然后朋友们如果做得多的话，可以用到除湿机，除湿机就比较快。我们在揉制的过程中，可以稍微多摔打几次，然后它更好揉制一些，而且起筋的筋力会更快。我们的面团搓至像这样光滑，然后它拉起来有延展性，就是扯开看一下，它可以有一个厚厚的膜，团圆，然后放在一旁，可以盖一个碗，让它静置30分钟，松弛一下。现在我们的蛋黄也蒸好了，好放一旁，一会儿我们会用到。现在我们做油心，我们将猪油倒入盆中，低筋面粉，同样还是用刮刀先将它们拌一下，一会儿好上手揉。拌至比较干的时候就可以上手将它揉得比较光滑。搓至光滑并且柔软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将它分成一个15克。全部油心分好后，我们将它搓圆。全部搓好后，我们盖上保鲜膜。油皮松弛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将它分成6等份。可以先将它搓成长条，然后再去下剂子。我最后留了一个，就是我们刚刚分的这个大小的2倍大。为什么给它留一个大的？然后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将所有的面团将它搓圆。现在我们将油皮包我们的油心，先将它擀圆，然后把我们的油心包在里面。捏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虎口这一个位置，然后慢慢的捏收紧，也可以稍稍往上提，然后左手要把我们的油心按住，然后这样收起来，它就不会有太多的气孔。好，收这个小尖尖，稍微将它捏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放到底部。我们将2个油心搓在一起。好，为的是我们的刚刚大油皮包大油心。原因是什么啊？原因是因为我们为了节省时间，将它1分为2。这一个我们其实是做的2个，一会儿我会慢慢给大家讲解一下操作步骤。好，同样也是将它放进去，然后收口，放在这里。好，稍微静置10分钟左右，面团松弛的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将它来擀长。好，我们将它上下擀，将它翻过来，然后卷起来，收口向下。好，放一旁。擀的时候一定不要擀破皮了。为什么它可以1分为2？先将它拍平，擀好后我们将它叠起来，叠3折。卷好后，我们将它松弛5到10分钟，也是要盖一个保鲜膜或者这样的盖子，防止表面干燥。在面团松弛的时候，我们来分馅儿，可以把馅儿准备好。好，红豆沙18克这个样子。好，我用的是油性的红豆沙，低糖的。
分好后，将它稍微搓圆，然后我们用大指拇，然后将它按平，然后将咸蛋黄包在里面。这样一个馅儿就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的馅料全部就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放进冰箱冷冻一下。现在面团也松弛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来擀第2次。好，先让它压一压。好，擀了过后可以翻过来，再稍微擀一下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将它卷起来。好，收口向下。好，放在一旁。现在我们来擀这个大的。好，收口我们朝底下，然后也是擀长，力度尽量要均匀，然后可以翻过来，擀到一定位置还可以再翻一下，这样慢慢的它就会擀长。差不多擀到擀面杖这个长度就可以了，将它翻过来。我们的收底永远是朝里面的，这样是为了美观，然后将它卷起来。好，这个就比较适合量多的朋友们来做这个。好，现在它已经擀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放一旁，然后继续将它稍微松弛一下。我们全部馅料搓好后，然后我们需要放进冰箱冷冻，我们一会儿包的时候才比较好包。松弛好后，我们现在来擀皮包馅儿。现在我们将它底部朝上，好，用我们的手指将它压一下，然后折过来，按压，就擀，将它擀成圆形。好，边边一定要薄。好，中间可以厚一点。好，擀好后我们就包，就是准备好的馅。好，这样一个蛋黄酥我们就包好了。好，放在烤盘上，收底一定要向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的怎么做的。先将它一分为2。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开酥的纹路。我们来擀制它，先用手压平。好，如果像你们会有这种小的这种尖的话，可以用手将它收进去。好，这样就擀的时候就看不见了。然后我们用对角线的方式来擀。好，擀的这样长的时候，我们再竖着擀，让它擀圆，尽量圆。圆的话，我们包的话就会比较好看。同样的，也是将我们的馅料包进去。好，最后一个就包好了。我们一定要将它间隔拿出来，然后现在来刷蛋黄。好，我们将蛋黄刷在上面，我们可以刷到1到3次，它的颜色会越来越好看。最多3次我觉得就可以了。我们的所有蛋黄酥都刷好后，稍微将它晾一下皮，等表面结皮了，我们再刷第2次。蛋黄结皮后，我们刷第2次。我们可以摸一摸，判定一下没有蛋黄沾手，然后就可以刷了。第2次蛋黄刷好后，我们要开烤箱预热，上下火200度，我们有温差稍微调整一下。然后预热。现在来刷第3次蛋黄，刷好后我们撒上芝麻，撒上芝麻后我们直接放进烤箱里面，中层，好，设置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将它拿出来，稍稍将它放凉一下，温度太高了，一定要小心防烫。现在我们的蛋黄酥就做好了，
大家这2种开酥的方法都学会了吗？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评论区里留言哟。